大家好，3月29号，礼拜一，2021年我要求秋实的事儿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得打了个草稿，因为说错了就容易出事儿。我在北京呢。下面我说都真事儿，我嗓子大家不用担心，如果不爱听我嗓子就别听。如果能忍的话，大家仔细听我下面的话就行，很重要。没人告诉你是真的，也没人告诉你这些事儿，是我告诉你是真的，别人不知道。第一，李泽华上次来找我，我相信他80%，现在我基本上相信他99%了。秋实从武汉走，被带走之后，第一站到了天津，在天津受到调查，之后被带回到青岛。现在秋实就在青岛，跟父母在一块儿。第一件事儿，我只能说到这么多，下面继续后面的事儿。我通过不能告诉你们的渠道，看见了秋实的视频。秋实在他妈和他爸的照顾下，恢复了状态，比去年被带走时强100倍。精神好很多，身体健康，可以说非常健康。上个月我说，秋实在跟我做差不多的事儿，那么今天告诉大家，秋实正在锻炼身体，可以说基本达到了一身微微的腱子肉。秋实的餐，他自己订的鸡胸加煮西兰花，还是那撮闷骚的小胡子。这是我自己的啊，自己写的，不是别人让我写的啊，我他妈自己写的啊。非常精神，摆出这种状态。秋实说了，锻炼好身体，以后用得着。一切革命都是身体本钱。哎，这不是他说的，这别人说的啊。对，所以大家记住了吧？锻炼好身体。咱们继续说，秋实的精神状态在他妈他爸专职的照顾下，恢复的还可以。他妈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工作，全职在家。他父亲返聘继续工作，但是因为秋实的事儿，也暂时停薪留职。对不起，带薪留职，有薪水，在家照顾秋实，有薪水，那么照顾秋实。秋实现在他可以在家周边，在他待着的地方周边可以锻炼身体，可以跑步，可以购买一些简单的日用品（括号是在一定的区域内）。秋实近期准备做下颌骨的修复的轻微的微创的小手术。了解秋实的人都知道，他在2年前做过下颌骨的手术，那么近期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整，他可以去看医生。下面继续，秋实现在可以上网，可以看电视、报刊，一切自由可以看的东西。我嗓子让大家恶心了，对不起，大家可以不看，想看的忍着。秋实现在不能回复大家，但是秋实可以看到国内外的所有新闻评论，但不方便回复大家，因为就像东哥的微博也是没了，抖音也是都没了，所以我回复不了，说不了话。
秋实也是，他现在所有东西都被封了，都没了，所以他无法跟大家沟通，但是他可以看到，他心里跟他妈明镜似的。继续，秋实的父母目前身体健康还行，秋实的母亲呢，等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合适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再找工作，再挣点钱贴家用，养家糊口。秋实的父亲呢是停薪留职，不，留薪停职，薪水拿，但是呢在家在应该的地方照顾秋实。哎操！青岛相关部门对秋实要比在天津要好很多。青岛的相关部门还是比较照顾秋实，衣食、日常的起居相对还是保障。秋实目前不能发声，但是我徐晓东个人认为，下面是我个人认为我要这么说安全。秋实的律师执照，我个人猜想还是继续保留。秋实没有接到任何纸质文字的对他的进行的相关法律的通知和制裁，没有。大家问我秋实什么时候能发生，我今天也给大家一个时间。我预计在2021年，就是今年的9、10月份，9、10月份，那么不出意外，中国今年7月份中旬、下旬将放开所有口岸，这是徐晓东个人预测。如果出了事儿，大家别找我，这是我个人预测。如果我预测对了，算我蒙的；如果预测错了，大家别骂我。我预测也将在9、10月份回到公众的视野。秋继续保持他的作风，不接受任何海外一切组织的联系、赞助、沟通，不移民。秋实爱国，秋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国家、我们人民、为人民服务。我他妈这么说安全，这么说安全，知道吗？李泽华说的，原来我还对他保持一点疑问，但是看来他确实说对了。秋实从武汉去的是被带到天津进行了调查。我对天津某些部门的做法感到遗憾，同时也感谢青岛某些部门对秋实一些身体上的体贴照顾，谢谢你们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秋实没有接到任何纸质、官方书面的对他的任何的指控，任何的。秋实现在无法联系，无法对外正常的沟通，出于相关部门对他的保护。但是我这么说安全，懂吗？但是刚才徐晓东所介绍的全是真话。当我看到秋实身体特别健壮，摆出了这种姿势的时候，我他妈心里特高兴。他的眼神儿
更加的坚定。一个骚骚的小胡子，纯爷们儿。虽然身材有点像小鲜肉，他因为高大呀，而且呢非常的瘦小，现在是非常的苗条加精壮。我看见了他4.5块腹肌，看见了他比较圆润的3头肌、2头肌，微微凸起的斜方肌。